见评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9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看美国大选之前呢发生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又一个新的冲突。这个新的冲突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他昨天宣布，他将在今天启动对川普总统用宪法25条对川普总统进行调查。那么这个宪法25条调查是什么呢？就是说众议院要评估川普总统的健康和他的药物问题，决定启动这个25条修正案呢，解除川普总统的职务。这是美国宪法里面其中第25条有一个规定，就是当总统他的身体他的健康不能履职的时候呢，那么众议院和参议院他们同时由2/3多数票同意的情况下，在副总统和现任内阁大部分官员配合和同意的情况下，是可以解除总统职务的。那么这个应用25条弹劾川普，在这个仅仅大选还剩1个月都不到的时间，佩洛西搞这个事能成功吗？因为这完全就是没有可操作性嘛。你想想看，众议院虽然是民主党占多数票，但是参议院一直是共和党占多数票，也就是你到哪里能获得2/3以上的多数票同意。在众议院，民主党占多数的，要想获得2/3以上的这个票数来同意川普总统解除职务都不太可能，更何况参议院呢？人家参议院共和党是占绝大多数票，参议院没有哪一个议员会投票赞成你这个议案的嘛？更何况还要副总统签字，你觉得彭斯副总统会签字吗？还要所有的现任内阁部长的配合，你觉得现任内阁部长哪个部长会去配合吗？现任哪一个内阁部长不是川普总统任命的吗？所以佩洛西搞这个事就是开政治玩笑，一点点也没有可操作性。但是他要这样干什么？他就是达到羞辱川普，达到他自己可以讲叫歇斯底里，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嘛。他知道今年大选没有胜算嘛，不靠作弊，不靠搞歪门邪道是不可能赢的嘛。所以说，从佩洛西的这种做法，你就可以看出，民主党一天都没有承认过川普总统这个民选总统的地位。从川普总统当选那一天到川普总统这个任期已经执行到他已经和下一任总统开始竞选大选的时候，这个民主党还要想方设法去弹劾他。因此你看这个副总统辩论的时候，当时贺锦丽他就曾经问过彭斯副总统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今年总统大选拜登赢了以后，川普总统会不会接受，会不会承认，会不会和平交权？彭斯副总统当时就反唇相讥啊，你们承认过人家川普吗？川普是明确的是民选的总统，从川普总统就任到今天，到他马上要开展下一任大选的时候，你们民主党承认过川普吗？一开始人家接任以后，你们就开始弹劾，连着弹劾了2次没有成功，现在到了这个大选马上都要开始了，你们又来开始搞什么25条了。所以说你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人家川普总统民选的地位，你们到现在反而有脸来怀疑什么如果是拜登当选，川普会不承认，川普会和平交权了。所以说民主党就是专门用小人之心来斗君子之腹。那么现在大选还剩20多天，连30天都不到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面，佩洛西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实际上可以讲民主党的高层他们特别怕川普总统连任。其实民主党的普通党员，我觉得他们未必对川普总统的连任有多大的害怕，但是呢民主党的高层都害怕。为什么？民主党的高层这么几十年来跟中共勾兑的太深，在中共拿到的利益太多，腐败太严重，川普总统到下一个任期是100%会查处民主党的这些高层。民主党的高层除了克林顿、希拉里夫妇两口子在中国赚到了上亿美元的这个个人的私人财产，满足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之外，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跟中共的利益，这大家就已经都知道，不用讲了，一次一个合同就15亿美金。那么佩洛西的儿子也跟拜登的儿子就亨特·拜登一起跟中共做生意的，也就是民主党的高层，从现任的议长南希·佩洛西到前任的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和再前任的这个总统克林顿以及他的太太希拉里，他们所有的这个民主党的高层基本上跟中共都有非常深的利益关系，很多家族跟中共之间都有相当利益的勾兑，他们的这些腐败是经不起查处的。他们阻断川普连任，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的家族最终被查处之后，然后美国的检察官会把他们送上法庭。因此现在到大选还剩20多天的时候，他们都仍然要玩出这种弹劾的游戏，显然就是南希·佩洛西已经狗急跳墙嘛，反复的折腾美国的民主宪政4年就弹劾了3次，从川普当选到第一任期都快要满了，他们都不承认川普这个民选的总统，他们还好意思现在担心人家川普不承认拜登如果大选成功以后不和平交权呢？
这就是民主党的心态。所以说呢，整个民主党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觉得绝不仅仅是党争，也就是民主党要在这个总统大位上面也要把自己的人推选上去担任国家总统。因为民主党在历史上胜选的机会很多啊，民主党派的人物担任美国总统的这个先例非常非常多，所以都不存在共和党人担任总统还是民主党人担任总统，哪一个对方的党就坚决不能接受。其实大家都是为美国人民捍卫美国的法治。现在这个民主党的高层，他们不是捍卫美国的法治，他们就希望美国的法治越乱越好。美国的法治越乱呢，越可以掩盖他们家族的腐败。所以民主党主要是高层烂了。他们高层里面这些主要的领导人，他们完全腐烂了，所以说他们特别怕他们这个权力呢交给了共和党。民主党你可以看出，所有的大佬们年龄都非常非常的大，他们的年龄基本上都是70-80岁，几乎没有年轻的。奥巴马算最年轻的。所以说呢，民主党这些高层呢，他们基本上是不让年轻人成长的，因为党内这个派系很深，党内盘根错节，党内的势力，也就是这些年龄大的这些人，从政几十年的人，基本上是把控了民主党的所有的话语权。因此，民主党都是一些老朽在控制着民主党的这个权力，他们要维护的是他们这些高层这个别的这几个人物，他们彼此的利益和他们家族的利益。所以说，为什么你就可以看出，2020年民主党推选出来的这个总统竞选人都是七老八十啊。那个一个女的竞选人叫沃伦，沃伦也快80岁了。然后一个桑德斯，桑德斯也快80岁了。然后最终是一个拜登胜出，拜登已经78岁了。就是这些人基本上都七老八十。为什么没有年轻人呢？你觉得民主党没有年轻人吗？民主党优秀的年轻精英有的是。但是年轻精英不会让你走到民主党的高层，不会让你接掌民主党的权力，不会让你在民主党的领导层让你脱颖而出。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种逆向淘汰。他们在自己民主党这些大佬们，他们一直控制着他们自己党内的权力之外，他们培养的就是那些年轻的疯疯癫癫的，也不可能接班的什么 IOC、奥马尔这一类的，这一类人很年轻啊，只有20-30岁啊，不可能让这些年轻人让他们接掌民主党党内的这个权力的。但是需要需要这些疯疯癫癫的人来拉拢选票，拉拢社会上一部分支持他们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因此，民主党你现在就可以看作是老少两代很活跃，也就是老的就是南希·佩洛西、拜登、桑德斯、沃伦，包括克林顿、希拉里这一类七老八十的人，他们很活跃，他们掌控的党内的话语权，掌控的这个权力，然后就弄几个像IOC、奥马尔这样的年轻人，年龄只有20-30岁，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那种疯疯癫癫的，他们所谈的各种政治主张都让你感觉到非常荒唐可笑的。但是民主党就用他们这些政治主张去迎合社会上，迎合美国社会里面那些追求新奇的，你比方说大麻合法化，你比方说女童12岁就可以有性交的权利啊，这都是他们为了迎合这一部分追求人他们猎奇的心理。对于女童12岁就可以性交，在民主党居然能够把它通过作为法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荒唐到什么地步。全世界有哪个国家会推行这样的法律？但是美国就这么干了。金斯伯格大法官是这项法律里面积极的推动者。这就像我们加州贺锦丽在加州担任总检察长，他可以推动一个法律，$950以下盗窃就不起诉啊。也就是你偷和抢，你自己看着数额，你算好了这个金额，只要在$950以下，你就只管抢，只管偷。超过$950那是要坐牢的。所以说，全世界的罪犯都愿意到加州来啊，管你有没有身份啊，在加州偷和抢，只要搞到$950以下就行了吧。专门去偷人家小超市，专门去打他那些小的经营业主，那种经营自己一个小超市、经营一个加油站的这样的店主，因为他那个里面的食品货物是现成的，就拿他的食品和货物，只要拿到$950以下，店主连警都不敢报，因为报警警察也不会出警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民主党已经打造了罪犯的天堂。今年这个新冠疫情 COVID-19 在美国盛行的时候，加州又释放了很多罪犯啊，让这些罪犯回到社会上，马上就投入到打砸抢烧的黑名贵的活动啊。这个黑名贵活动在美国不断的蔓延，你觉得仅仅是几个黑人他们就能挑动得起来吗？我告诉你讲，安提法也好，黑名贵活动也好，后面重要操纵的人都是白人，都不是黑人。而重要操纵的这个黑手，安提法的这个黑手是来自于民主党，支持民主党的几个金融大鳄，类似于像索罗斯、像布隆伯格这一类的。索罗斯和布隆伯格，还有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他们通通都是民主党支持安提法的背后的资金提供者。
他们一提供资金就是几个亿，比你总统选举的费用还要高。所以你说安提法为什么组织它有那么大的能力，它可以从全国调集那么多人赶到某一个城市去打抢烧呢？就是因为它有足够的资金，你们只要来给你们报销所有的费用，给你们承担你们在这个里面打抢烧，你们自己个人的酒店的费用、旅行的费用，甚至飞机票都给你们办好了。因此来讲，打抢烧的安提法活动在美国一段时间以来就相当的厉害。那么这种形式显然就是被像郭文贵这种人把他抓住机会了。郭文贵现在就要在华人群体里面掀起一个类似于美国黑人的打抢烧的这个黑名贵的安提法活动，所以说郭文贵也是出钱出资，从全国各地调集人马，把他们赶到德州，赶到加州。郭文贵就是试图在美国制造一个，在华人中间制造一个新的弗洛伊德案，因为如果把事情搞大了，真有某个蚂蚁被打死了，那么郭文贵就高兴死了，因为那个蚂蚁不过奉献了他的生命，其他的蚂蚁没有一个人会可怜他的生命，只会炒作这件事，只会把某一个蚂蚁牺牲了，某个蚂蚁奉献了生命以后，然后大肆的炒作这件事。他们一定是希望制造这样的祸端，制造这样的暴乱。我告诉你啊，郭文贵的想法是非常简单的，你对比一下美国的这个黑名贵。郭文贵现在就是试图在美国，在全球各地，他的所谓全球灭贼活动里面制造一个新的华人中间的弗洛伊德案。好，这个话题我们不去扯远，大家反正明白就行，你们观察就行。我告诉你啊，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很快所有的罪恶最终都会受到美国法律的严惩。我们来看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挪威诺贝尔奖和平奖的这个颁发活动，在昨天他颁发了他的和平奖。大家非常期待的那些和平奖的获得者，比方说香港的那些民主抗争者，比方说川普总统促成了巴以和平，促成了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和平，这些都是202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最重要的热门的这个受奖人物，但是一个也没有。最终这个挪威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谁呢？颁给了世界粮食计划署。这个世界粮食计划署凭什么来获和平奖呢？这就说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他们已经向中共下跪，因为中共不断的给他施加压力，绝对不允许他把这个奖颁给香港的抗争者。那么要颁给谁呢？就选择一个谁都不得罪的，我们就颁给一个谁都没有意见的这个世界粮食计划署。这个世界粮食计划署该不该得奖呢？不错啊，他这个组织是做了很多好事啊，但是这是他的基本工作啊。成立世界粮食计划署，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是要解决世界粮食短缺的问题嘛，这是他们成立的一个使命，是他们自己分内的事啊。凭什么他们做好他们自己分内的事就可以获奖啊？那哪一个组织不是在做自己分内的事呢？为什么这个世界粮食计划署它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奖励呢？这主要是在中共的压力下，挪威诺贝尔和平奖他们不敢把这个奖颁发给香港的民主运动，也不敢把它颁发给新疆的异议学者伊里哈木。为了政治正确，他们更不敢颁给促成阿拉伯和以色列和平的川普总统。奥巴马当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奥巴马啥事也没干，只是奥巴马说他上台以后他要促进巴以和平。奥巴马仅仅讲了这句话以后，然后诺贝尔和平奖就给奥巴马已经颁发了他的和平奖了。川普总统已经完成了现实，已经看到了那么多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了，这种现实放在面前，这种和平局面已经缔造成功。到这个时候，诺贝尔和平奖反而不敢把奖颁给川普总统。你为什么不颁给习近平呢？习近平虽然是小学文化，但是人家梁家河博士，人家的文章和著作翻译成20多种文字，畅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售出的上千万册。习近平还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你干脆颁布给习近平啊！可以讲，挪威诺贝尔和平奖，他们把2020年度授给这个世界粮农组织，就是对中共屈膝下跪，就是被中共的警告吓破了胆。他们从今年预选的所有和平奖的这些人员名单里面，挑了一个最不会得罪中共的世界粮食计划署来获奖。世界粮食计划署是一个什么单位啊？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国际粮农组织的下属机构。目前国际粮农组织的负责人是中国的农业部副部长，叫屈冬玉。也就是说，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奖，实际上跟中共派出他的农业部长屈冬玉担任国际粮农组织他的下属机构获奖，实际上是对中共的一个褒奖，这就是诺贝尔奖的倒退。所以你从诺贝尔颁奖委员会的倒退，再看到罗马教皇梵蒂冈教廷这个教皇的这个倒退，你就可以看到共产党对全球它这个影响力多大，它这个渗透多么厉害。然后看到世界上所有的正义力量，从教皇到诺贝尔和平奖，他们通通屈服于中共的淫威，他们通通跟黑暗和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退化的多么厉害。这种退步还能让他继续吗？如果川普总统不能得到连任，美国不能率先扛起世界和平和主持世界正义的大旗，那么最终这个世界就被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意识形态泛滥完了，也就是全世界最终都是像中共这样只跟专制结合，最终用专制来控制全球人民。所以说现在世界的倒退到了扭转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左派思潮是非常非常盛行的，这种左派思潮呢，它跟共产主义是完全配合的。所以说全球这种左派左媒呢，它基本上都是歪曲事实的。就像美国一样，川普总统他就在昨天星期四8号的时候，他做出一个承诺，他自己所服用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治疗的药品啊，在全美啊美国人民啊都可以免费获得它。也就是说，川普总统他发布的这个视频，他主要就是告诉美国人民，现在这个新药已经研制出来了。他本人因为过去没有得过这个病，他不可能试。他现在得了这个病以后，他们夫妇两口都服用了这个药以后呢，恢复健康，恢复得很快。川普总统几天就恢复了嘛。所以说，川普总统就说不要在乎你是老人，因为很多人他认为老人家可能服用这个药呢效果会差。川普呢，他很少会在公共场合呢承认他是个老人，他认为他自己就像年轻人一样，他比年轻人还健康。但是呢，为了说服那些老人们，你们服这种药就肯定能使你们的身体快速的恢复健康。所以川普总统他这次承认他自己也是个老人。川普总统70多岁了嘛，成为老人是完全是可以称得上的嘛。那么川普就说这个药已经研制出来了，老年人照样有用，大家都去服用。这个药呢肯定是免费。所以说川普又再一次就指到，不是你们的错，错都来自于中国，这个病毒就是来自于中国，中国要为这个付出代价。 So, to my favorite people in the world, the seniors. I'm a senior. I know you don't know that. Nobody knows that. Maybe you don't have to tell them, but I'm a senior. We are making tremendous progress with this horrible disease that was sent over by China. China will pay a big price for what they did to the world and to us. But we have medicines right now. The FDA has moved at a level that they've never moved before. Things that would take 2, 3, 4 years are taking a matter of weeks or even sooner than that. And that's because of me. And you're going to get it free, no charge. And we're going to get it to you soon. And the nice part is it's made by a number of companies. It's totally safe, but it's powerful against this disease. And the seniors are going to be taken care of, and then everybody's going to be taken care of. And it's coming out really fast. So thank you very much. We love you. We love America. 这是川普他自己这段视频里面的中心内容。川普为什么要发这个视频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呢，川普总统刚刚染上病，并且迅速的恢复了健康之后呢，很多左派的媒体就造川普总统的谣，说是川普总统他用的这个药，你们老百姓是吃不上的，这个药等于是中共的那种特供药，就相当于中共的那些高官，他们才有资格享用的这种特效药，这种特殊服务。他们把川普总统也视同为是服用特效药，是享用一种特权服务的药，说这个药价值要达到30万美元，你普通老百姓你吃得起吗？30万美元的药你买得起吗？所以说川普恢复得快吗？是因为他吃了30万美元的药啊。现在川普就公开出来辟谣，他就专门发了这个视频，就说这个药开放给全美国任何一个美国人，当你的身体有需要，你都可以服用这个药，完全免费。这下子左国你撒瘾了，这个谣还怎么造呢？如果值30万美元的药，那么把30万美元全部给大家免费，做不到吧？哪个国家也做不到吧？说明这个药根本不值30万美元。实际上，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药它的价值大致在30美元左右。那么是不是上市以后会稍微贵一点？那这个可能有市场调节，但是30美元的药怎么样也卖不到30万美元啊！问题是左派的媒体他就要造这个谣，他就要让别人相信川普总统是享用了特权，他是服用了30万美元的药，所以他的身体健康才得到了恢复。你们不可能，你们吃不起30万美元的药嘛？所以说呢，这个左派造谣呢，他就往往是什么不加根据的，他造谣是不需要什么依据的，而且很多造谣都很离谱，这跟郭文贵是一模一样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昨天就专门发布了一个重磅文章，这个文章里面就说了，太离谱的对敌的谣言呢，只会毁了自己的诚信。因为郭文贵和他自己的这个蚂蚁帮，他们造谣说什么？说习近平每天晚上都要吃3个胎儿，所谓3个胎儿指的是
胎盘了，因为中国人讲吃胎盘了，说是习近平每天晚上要吃3个胎盘，彭丽媛每天晚上都要到三里屯去卖淫。这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这个文章揭露郭文贵谎言造谣的一部分，也就是他说你恨习近平恨彭丽媛，你如果造谣到彭丽媛都每天晚上要到三里屯去卖淫的这个话，你连这个话都说出来的话，你认为别人是究竟相信你讲的话，还是损坏你的诚信呢？显而易见的假新闻，它不仅不会起到任何所谓反共的作用，反而是混淆了是非，损坏了川普和共和党以及一切海外反共群体的信誉。郭文贵就是专门打着反共的名义，然后再破坏到反共群体，去打击那些真正的反共人物，造出这样的谣言，说什么习近平每天晚上吃3个胎盘，什么彭丽媛到三里屯去每天去卖淫，这个话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因为过去他们造什么谣呢？我很少去关心，我也不知道。倒是澳大利亚广播新闻发布的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他们还造过这样的谣。你觉得这样的谣言有人相信吗？彭丽媛混到这个程度，需要每天到三里屯去靠卖淫来生活吗？这个有可信度吗？但是造这种谣，有人造就有人信，有相当的人就迷恋他们的这种谣言。这种谣言当然给自己带不了诚信，但是会什么？会把水搅浑。这也就是郭文贵他一贯使用的方式。他打击的人物里面，被他打击的人物里面，什么角色都有，有正面的角色，也有反面的角色，还有别人看不清的角色。他把这个水把它搅浑以后，让别人认为这都是一丘之貉，什么反共的，什么拥共的，什么身份，不管你是什么人，反正你们都是坏人。这也就是郭文贵要达到的目的，把这个水整个搅浑。海外这么几年，从他到海外来这么几年，他不断地羞辱反共名誉人士，他达到的就是这个目的吗？他表面上讲是反共，实际上他是给习近平写效忠信的，实际上他在自己发的视频里面就是要为习近平实现他的所谓中国梦，他要做出奉献的。他拿什么奉献？没有看过他反共。海外的中共的高官、达官贵人，海外中共的这些高官，他们包养的这些情人、小三、儿女，有的是。郭文贵打击过、包围过一个吗？那个刘亦菲这是明确的吧？刘亦菲是标标准准拥护共产党的一个明星，刚刚拍了这个花木兰，刘亦菲就生活在美国，你们怎么没有去攻击过刘亦菲呢？共产党的那些明确的官员，在海外的这些大使馆啊、海外的新闻机构，这都是共产党的官办机构啊。你反共，你反过这些新闻机构，你反过大使馆吗？一个也没有吧？那为什么专门去打击这个海外反共人士呢？把反共人士指责为中共的特务呢？人家傅西丘牧师，无论是美国重量级的参议员，包括卢比奥，包括克鲁兹，包括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前任的主席、现任的副主席，今天都已经发布了推文支持傅西丘牧师。如果傅西丘牧师是中共的特务，怎么会有那么多美国反共的知名的这些参议员都支持傅西丘牧师呢？究竟卢比奥参议员、克鲁兹参议员在反共，还是你郭文贵在反共呢？郭文贵一开口他就说，他跟美国多少个政界人物，跟美国多少个议员交谈，议员都同意他的意见，傅西丘是特务。请问卢比奥参议员是不是议员？克鲁兹参议员是不是议员？他们支持的傅西丘，如果傅西丘是特务，是中国的特务，为什么卢比奥和克鲁兹这2个被共产党已经制裁的这2个美国反共知名的参议员，他们要支持一个傅西丘这样的共产党特务呢？郭文贵动不动说跟这个议员联系，跟那个议员联系，你看过哪个议员跟他2人在一起呢？他除了吹牛逼，除了去忽悠你们，有哪个美国议员会支持他郭文贵呢？他讲的话和他做的事有哪一样能得到事实验证？而卢比奥参议员和克鲁兹参议员支持傅西丘牧师，是公开发表了推文，在这一点上你还想不清吗？所以说很多问题我们拿出事实来嘛，讲这个问题讲的再多都没有意义了。我也没有那么多兴趣跟你们蚂蚁要去讲那么多道理，你们自己想不通，你们就去给郭文贵做炮灰。郭文贵喊你们上，郭文贵他自己不敢上，他动不动讲爆料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他自己不敢牺牲的，他不敢到德州傅西丘牧师家门口，他更不敢到加州我吴建民家的门口。他如果敢到我吴建民家门口，郭文贵只要敢亲自来，我一定跟郭文贵亲自较量。郭文贵你派来的蚂蚁我看不上，档次太低，你叫他们来，他们愿意吵闹他们就吵闹。如果你郭文贵来，我倒会跟你郭文贵较量较量。你郭文贵要来文的，我就跟你来文的；你要来武的，我就跟你来武的。你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跟你面对面，你别派别人来，别人不够这个档次。你郭文贵，我敢亲自会会你，你敢吗？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